一年一度黑布里山雪墙之旅，它已经变成了好像是一个年度庆典一样哈。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到这个时间点，我们一定等于是直接会去朝圣的一个地方。咱即马经过的所在叫做晴空塔哈，几乎你到东京即马经过哈，伫外围这个高速公路顶管，拢会使看到晴空塔，而晴空塔已经变成了取代东京铁塔的最新、最明显、最特别、最厉害的一个地标了。这个我介绍好做汤之花，汤之花咱们行有看到袂使买，汤之花袂使炸豆腐，听无？汤之花袂使买汤之花袂使炸豆腐嘛哈。来，咱来头前啊，团队兄弟大家，一条安尼好不好？来。我说草津温泉呢，是我这几年来最喜欢的一个行程哦。草津温泉呢，它有这个汤之舞等等哦，是我真的这几年来呢，我最想要来的一个温泉哦。它整个温泉的氛围呢，非常的强烈，就像东北线这一条路线一样哦。它的这种东北的雪景呢，也是我最想要来的一个地方哦。百去不厌呢。日本的雪啊，我很喜欢啊，尤其是这一种最有温泉古街道的氛围呢。草津温泉属于日本的3大名汤其中之类。当然呢，我之前一直讲过日本很喜欢搞一个什么叫做百选哦，100个温泉内底拣出来那排名100名这是排名100名，第一名的叫做草津温泉这是埼玉县更北边的这个群马县的草津温泉来到嘉义，它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拉过来会比较长，所以换个立场很多人像黑布利山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个。每一年呢，这个黑布利山呢，有的飞机是直飞杀到这个黑布利山去有的不会其实这很难去讲，你知道吗？很难去说
因为如果说你从东京进、东京出的话哦，对当家里边去呢，其实会使行到较无共款的所在哦。啊，你若单纯对于立山附近的机场里面吼，也是遐新干线的车站里面，因为即摆新干线有开到立山附近的车站吼，当然啦，速度会较紧，但是呢，差别就是安尼吼。来到遮，你会使感受到吼，第一名的实力啊，就是草津温泉哦，真正哦，这个草津温泉哦，古色古香哦。哦，这我袂晓讲呢，所以吼，我甲恁讲啊，像这个黑布利山呢，真的吼，你若要来这个所在，这种所在上少啦吼，上少你要提早，上少爱提早4个月前来报名。这一种整个我们在操作黑布利山哦，告花都操作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提早去作业呢，才能够在这么大的旺季，你知道吗？每一年呐、黑布利山在开山的时候呢，我一直讲哦，哇，这个人满为患哦。所以如果能够提早作业呢，也能够事先的把饭店定下来呢，这真的是最棒的。群马县对台湾的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哦，毕竟呢，在目前来讲，它还不是主要的观光景点呢。但是呢，来到群马县之后呢，它的草津温泉呢，绝对会让你叹为观止哦。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很有名的一个温泉圣地哦，在日本当地人来讲呢，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哦。要知道日本呢，我跟你讲，日本呢几乎每一个所在拢是温泉啦日本的温泉区总共有3000个啊。所以伊会使当3000个温泉啊，那排名互日本竞出来第一名呢，这甲你讲，甲高普考相共足困难的哦。所以你来到草津温泉呢，有真浓厚的感受啊。冬天有冬天的水热天有热天的好秋天有秋天的赞温泉区印尼四季都真适合啊但这个所在真在建筑呢是欧洲甲日本传统式的风格。甲合作有一点融合风格、混搭风尤其是呢，我们刚刚从前面进来，还有一个泡脚的池子果然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温泉圣地草津知名的重点呢，其实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看到一层又一层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汤田汤田有一点像梯田一样草津著名的重点形成了汤田这个田呢，就是一个火字旁，再加上一个田园的田我们把它念成汤田。这个字呢，其实就叫做和字汉字一个火一个田和字汉字。这个日本名呢叫做哈塔哈塔克嘛是会使汤田一张一张好特别的那种模式呢，这也是草津温泉最重要的源头。每分钟都会涌出大量的温泉，他们在用竹制的导水管，将这个温泉水呢导向各个温泉的旅馆。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汤田哈达一个火一个田念田哈塔就没有今天的草津了。这样了解总使在冷冽的冬天来到这里，下着雪，这里的汤田依然源源不息的继续的温着这温泉水呢太过汹涌了，搞得跟瀑布没两样，所以让他到岛前也看到草津温泉呢这个整个感受因为是小水，所以这个汤田呢拢是这种烟雾弥漫的模样，真神秘啊！来到这乍看之下，一点仔像忍者的修行地方这旁边也有泡脚池，最接近源头的温泉，有这种新兴第一泡日本第一的温泉效果呢，泡起来就是舒服泡温泉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事情虽然我知道有的人不太适合泡，有的人不想泡，有的人不敢泡因为当日本很简单嘛，在日本呢也是裸汤有的人不太敢但是呢裸汤在泡温泉哇，真是一种享受。
你若问我讲吼，日本安怎佚佗较好佚佗？你若问我日本呢，安怎看较好看？我会甲你讲吼，我家己啊，想要佚佗，我家己啦吼，介佚佗的日本呢，就是上即嘛安尼。来即个日本呢，高街路细细行行，温泉泡泡咧啊，然后呢，经一间啊较赞的饭店，来遮佚佗。然后会使当旅游当中去一天或者是2天的啥这个较有名的、较赞的啥货市区世界老老嘞既有市区又有郊区的混合，这样子的感受去感受日本精致文化之美我很喜欢。日本很近啊。但是这2-3年来真的日本走向了所谓的量产化由于日币的贬值吸引了非常大量非常非常大量的人来到日本日本呢，我前面也不断的去介绍过，日本虽然来了那么多人，但是旅游团体呢，其实成长很多。但真正成长最多的，其实在旅游业者、旅游市场，我们称之叫 FIT 自由行的旅客，非常非常的多，它几乎呢把整个日本市场呢填满了。所以现在真的你来到日本呢，你知道来到日本那种感觉呢，非常非常的特别。特别在哪？来到日本好像非常的简单呢，非常的 easy 它很快速的就可以进入到日本旅游，那也非常方便好像跟国内旅游没什么，台湾的国内旅游无什么无同款但是日本是安尼日本的团费呢，会使对2-3万块到5-6万块拢有，真的要看你走向什么样子的区块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感觉。草津温泉，关东唯一名列日本3大名泉的行列从战国时期呢，便作为受伤、武士、泡汤治疗的地方，得到了温泉医学学主德国贝尔兹博士认证哇，天哪，这个就跟被米其林餐厅认证过一样这里的温泉具有特殊疗效的功能而声名大噪但是我觉得啦，洗温泉呢最有用的疗效是消除疲劳，洗完之后很好睡觉就是我对温泉区最大的感受啦所以呢，来到这个草津温泉你怎么看你看我们一直在这个区块绕一直在看这里的地方总是会有一种看不完的感觉因为古色古香的日本街道呢，在日本有不多所以每一次我们到了东北啦，或者是来到了这一种比较古色古香的日本呢，我们都会多驻足来拍摄。来西河园公园这也就在汤田公园旁边而已它一样你看看稻荷神社这种红色的门，特别有日本的风味
汤店、草津温泉周遭的很多的风景点哦，这里是一座温泉公园哦，这里有溪水啊，嘛伫汤店的边啊尔哦。这个公园呢，有过来温泉口呢涌出的温泉源头哦，高温的酸性的这种泉子呢，因为它腐蚀性比较强哦，所以呢，这附近呢也就变成了你知道寸草不生了，助长了各式的细菌藻类呢，在这个地方生长哦，出现出不同的感受啦啊。现在呢，我们呢慢慢的就走在这一个大道上哦，这种过程当中哦。步行在西河园的公园旁边哦，这里呢有很多的热汤涌泉呢，马西哥对 K 过来的呢，安尼涌出哦，所以他们家呢特别有温泉的感觉哦，烟雾弥漫哦。我觉得日本人他们比较会营造温泉区的感受，真的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哦？哦，这馒头哦，这真奇怪哦。日本的这个红豆馒头哦，红豆馒头哦。足济哦，非常非常的济吼。每一个所在拢有你卖一模一样的馒头哦。这个馒头呢，不管淡对卖拢相共哦，内底大部分拢包红豆啊哦。而且呢，每一个温泉区呢，相共内底食起来馒头，但是伊外口的包装呢，就甲你做了无啥相共款哦。互伴手咧送人的时阵，人就知影你来过这个所在哦。日本人有伊的头壳，有伊厉害的所在哦。淡金内底呢，西之河原露天温泉，淡金内底西河原公园有一个所在哈，这个所在500平方公尺是全日本上大露天风吕哦，淡遐会使大自然的安尼说哦，哇水无哦，沿路拢是樱花哦，沿路拢是樱花哦。黑布里山这个地方啊，最大的特别点呢，上早的时阵，对当地的人来讲，日本是一个印尼四季，有樱花、有枫叶的落雪的所在啊。所以对因来讲呢，无什么啊。但是呢，直到好几年前呢，10几年前呢，台湾的有旅游团呢来到遐的时阵呢，惊为天人，发现了呢。你们的国家怎么有这么美丽的雪墙？而这个雪墙呢，当被这旅游业者看到之后呢，把它带回了台湾。之后呢，不断的前往黑布利山跟当地的观光局呢，一直谈合作，希望他呢，能够怎么样去协助把黑布利山做起来。结果到后来呢，果然一个在当地老百姓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一道雪墙每一年冬天呢，哇，都已经会用的这个雪墙呢，没想到就这么的被台湾的业者开发起来。而一开发起来，对于台湾咱像咱台湾印尼数据弄出来伫咱台北部当天较湿淡以外呢，整个氛围就变得不一样了，哇！被炒作起来，变成非常不得了的台湾人趋之若鹜哦。每一个人几乎呢都一定要到黑布利山去朝圣一番这也就是黑布利山的由来啊。所以在每一年几乎雪墙到的时候呢，从来没有冷淡过，从来没有冷却过的一条路线——黑布利山呢。来到这边呢，大家呢基本上呢。都会呢，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喜欢啊。那这也就是日本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一个地方，因为它四季分明，这四季分明的情况之下呢，使得日本不管文化或季节上面呢，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面貌。那我们其实要到黑布利山的沿路呢，樱花就已经朵朵开了哈。来这一趟的黑布利山呢。我们还是一样遇到了什么下雨天因为有时候这气候很难去预料啦但是还好，你看沿路上呢，樱花开始开。来，那我们现在呢就蔓延在这种樱花路上沿路欣赏这种风景。我常讲旅游是这样
坐在车上，静静的看着窗外，看着窗外的风景，静静的。有人吃包零食啊，总是在车上没有声音，看着外面的风景。我干嘛这东西是种做快乐的代志哈？OK， 来，我们呢继续的哈，来发呆不，来，我们继续的呢来看路上的风景呢。所以我说，你看有时候我们拍这个车景呢，其实也就是让大家感受到坐车子在车子上看窗外的那种氛围、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那沿路上就看了这一些这种车景呢，看看日本的街道做清气的，国家还是有差，民族性还是有差，把整个国家呢这个整理得干干净净这其实是人民的道德观